起我的肩膀，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心啊。娃娃，怎么站在外面不进去呢？妈，我有事想要跟你商量，可是不想让爸知道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何冰说，分公司这2天需要200万周转，他要我回来问你，可不可以帮这个忙？200万啊？怎么临时要这么多钱呢？不是说总公司有在赚钱才会开分公司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只有说他很急。妈，你可以帮我们吗？你也知道，妈的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。那我再叫他想别的办法好了。娃娃，他要是有办法，就不会要你回来找我们了。我看晚一点，我打电话给你的舅舅阿姨们商量看看，或许可以跟他们借一点。妈，那这件事情先不要让爸知道。我怕他会不高兴。我知道，你先不要担心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美姨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东凑西凑，就是还差90万。如果你那里有的话，明天先汇过来给我。好，我待会去看账号，再拨给你。啊，再见。喂，哦，梅姨啊，啊，你手边有90万，刚好可以凑200万借娃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你姐说。好。彩玲，你回来啦？梅姨说你为了娃娃跟她借钱，娃娃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你借钱？也没什么事情啦，只是
河滨的公司一时没办法周转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呢？是什么样的周转需要200万啊？我也不清楚啊，娃娃只说急着需要我帮忙。200万不是小数目哎，你怎么可以没有问清楚就借呢？我第一时间只想到女儿有困难，就想说赶快帮她解决而已啊。你不敢问是不是？那我去问。哎，凯琳，等一下，娃娃就是怕你生气，才要我不要告诉你。你现在这么生气去，也没有办法把事情问清楚。你让我去吧，等我了解状况之后再回来跟你商量。哎呦，你冷静一点嘛！娃娃这样做不就是为了河滨？你现在这样去质问娃娃，就是给河滨难堪。你还是留在家里，让我去问吧。才刚跟我妈借完200万，现在就说不够，到底为什么会不够啊？又要我去借钱，我到底要去哪里借嘛？你以为我喜欢这样？欠员工的薪水，无论如何都要付。你回去再跟你爸妈借300万就够了吧？你说的刚刚很轻松，你要我用什么脸回去跟他们开口啊？为什么会没脸回去借钱？我是你先生你帮我也是应该的。你搞清楚，你也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。公司出了问题，员工要是去提告的话，你跟我一样要去坐牢。那就一起去坐牢啊！反正那种日子我也过不下去了。结婚以后，我爸妈一直以为我过得很好。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每天都在为了你跑3点半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啊？结婚以前，你跟他们保证你会好好对我，结果你现在有做到吗？说够了没有？要你回家借点钱，念，烦不烦啊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妈，这次请你一定要帮我们。帮我们？是帮你吧？你不要再把我扯进来了。我刚刚在外面都听到了。你不是说总公司有赚钱才会开分公司吗？怎么会搞到负债呢？我也是为了若河着想，才想开分公司多赚点钱嘛。你不要再说是为了我。妈，我真的很努力，怎么知道总公司最近营运状况也不好？你也知道我是新加坡人，在台湾没有认识什么人，也只好找你跟爸帮忙。妈，只要你跟爸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很快还清所有的钱，让公司赚钱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分红啦。分红？你已经把公司经营到连薪水都付不出来，你还要用什么保证以后公司会赚钱？妈，你不要再相信他说的话了。姚若可，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？难道你真的想去坐牢吗？何必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若河说话呢？妈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妈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起来，你先起来再说。就算你不救我，你也该救若河。若河也是公司的负责人啊。度过这次难关以后，我一定会做出成绩给你们看的。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还清所有的钱。相信我，你一定要帮我们啊！这件事，我还要回去跟你爸商量看看，能不能帮得上忙，现在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会尽量。妈，你跟爸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。
事情都到这个地步，我跟你爸能不管吗？妈，谢谢你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事情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啊？都怪我，当初叫他们定下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怎么会怪你自己呢？这一切都要怪何冰，他野心太大嘛。已经好好的公司，你就是安安分分的经营就好，弄什么分公司啊？结果呢？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，我们赶快想办法解决吧。先算一算，何冰他们公司需要好几百万呢。哎，我们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帮他啊？我想卖掉新店的公寓，来给何冰还债，帮娃娃度过这个难关。为什么是我们要卖房子啊？啊，何冰他自己投资错误，他自己要承担后果啊。为什么是我们在帮他出面解决啊？要不然呢？要看着何冰的公司倒闭，看着娃娃的生活困顿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娃娃是公司的负责人。如果公司有什么法律问题，娃娃也会被牵连进去。可是我们这一次卖了房子帮他，那下一次呢？我们要去卖什么来帮他啊？现在也只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啊。毕竟何冰是娃娃的丈夫，我们也只能希望他经过这次的教训之后，能够老老实实的做人。等债务处理完，我们就劝他把公司收了，找一个正当的工作上班。不管怎么样，为了我们的女儿，就再给何冰一个机会吧。我原本以为娃娃结了婚以后会很幸福，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原本我希望婚姻能给娃娃不一样的人生，没想到这段婚姻对娃娃却造成了另一个伤痛与打击。哎，凯琳，你先不要冲动。那怎么回事？那女人是谁？已经结婚了，怎么可以跟别的女人这样？那个女的到底是谁？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给我讲清楚！她真的只是公司的职员，你还想骗谁啊？凯琳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我们为了你公司的事情一整夜都没有睡好。为了你，我们打算卖了房子帮你公司解决问题。一大早把房契送过来，结果呢？爸，你们真的太大惊小怪，他真的是我同事而已。爸，你不给我也行，
过我要提醒你，这些都是为了若何着想，他也是公司的负责人。凯琳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凯琳。何必？所以你的意思是娃娃自己活该吗？我没这么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不是人，你是混账！我要离婚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。娃娃，你真的决定要离婚了吗？离婚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，你要不要考虑清楚？要离就要赶快离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种人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。凯琳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人家都劝和不劝离，哎，你怎么劝自己的女儿离婚呢？娃娃，你可以说妈妈思想保守，可是离婚真的不是什么名誉的事情。再说，谁不犯错啊？或许你可以再给何冰一个改过的机会。他不会改的，是我认错人做错了决定。既然已经知道错了，为什么不能马上离婚呢？难道要我的人生毁在他手里吗？日子是我在过，你根本就不会懂我过得有多痛苦。这是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做决定，所以你不要再劝我了。就这样，娃娃做了离婚的决定，结束了这段没有快乐、没有幸福，只有不堪回忆的短暂婚姻，选择独自一个人去面对茫然的未来。我太太，你们找谁？你是何冰的老婆，对不对？何冰不在这，你们要找他去别的地方找。我们找不到他，只好找你。我现在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。哎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何冰用你们公司的名义哦，跟我们借了200万呢。他已经欠了我们2个月的利息了。这间公司已经收啦。我知道公司收了嘛，可是公司的负责人是你，对不对？那找你就对了嘛。告诉你哦，看你现在哦，是不是要一次还清啦？本金加上利息哦，现在已经300万了啦。我没有这么多钱还，而且这笔钱不干我的事。哎，你是负责人呢，啊你不负责谁负责？我负责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哦，我们老大已经很不耐烦了哦，我这1、2天哦就要收到钱啦，你最好就生钱出来啦，要不然哦，我叫你好看的。
是个傻孩子，怎么会想跳楼呢？妈，我对不起你了，爸。我离婚害你们丢脸，还害你们花了这么多钱。今天人家来跟我讨300多万的债，我没有钱，我不想要拖累你们。傻孩子，有什么问题，爸爸妈妈都会帮你解决。你不可以想不开。300万没有做，钱已经都给你们了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儿。钱摕到手就好啦，我才无法用咧。这一张哦，是和平当初签的本票啦，还给你们。何太太，何家再讲哦，你妈妈愿意帮你出面还这笔钱啦。 要不然哦，你要栽惨啦！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呢？啊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。对不起，傻孩子，事情都过了，不要再想了。最重要的是你要过得快乐。走走走，回家了。来，起来。娃娃19岁结婚，21岁离婚。离婚后，娃娃变得沉默不语，每天足不出户，把自己关在家里。我很担心，他会走不出离婚的阴影，一直活在痛苦里。看到他这么难过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怎么做，又能做什么。看你吼，像啊，搁足有心思，啊，娃娃的心情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娃娃无代志啊。阿母，你莫伫操烦阮遮的事实的代志，你家己的身体哦，爱照顾好。阿母。若是咱的囡仔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一时阁毋知要安怎甲伊斗相共解决，你会安怎做？真简单啦，
就是陪伴啦。陪伴？你高中联考甲大学联考的时阵吼，拢失常。我甲恁阿爸嘛无讲啥物，看你安尼真伤心，这挫折吼，嘛是你家己徛起来。若迄囡仔哦，伫咧成长中哦，袂受伤的，做爸母的吼，都爱互伊家己徛起来。上重要的，就是爱有耐心，爱加一寡时间吼陪伴因。我知道，现在我能做的只有陪伴。但是，身为一个母亲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受苦，真的是心如刀割。以前，我能帮助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偏偏遇到自己孩子受到这么大的挫败，我却无计可施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无助的时候，我只能对着上人的法相，问上人我该怎么做。我祈求上人给我智慧，也给我力量，帮助娃娃度过这个难关。最后，还是时间慢慢愈合了娃娃心中的伤痛。渐渐的，娃娃的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他听了凯琳的建议，开始到证券公司上班。我原本以为他已经没事了，但其实他还没有完全走出婚姻带给他的挫败。哎，回来了，东西放一放，来吃饭啊。你怎么又瘦了？是不是没有按时吃饭？爸爸帮你多买了一些菜放在冰箱，你有空记得煮来吃哦。爸，你怎么会来？我在家里没事，想说过来看看你啊。你妈今天晚上叫联会有事，我这几年调回桃园，比较常有时间回家，反而是你妈比较不常在家。爸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以前都是我的疏忽，从现在开始，爸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希望你还是以前那个快乐的娃娃。搬回家里来住吧。虽然你住得很近，但
但是爸妈总是担心你有没有吃好，有没有睡好。再说，这个家里有太多不好的回忆。既然要从头开始，你就回来吧，让爸妈来照顾你，好吗？我知道，我想说，我爱你，真的爱你，我会为你扮演更好的自己。一样的你，爸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云是心中的秘密，雨是窗外的旋律，花是青春的诗句，你是我的世纪。爸，我去上班了。哦，娃娃，你不吃早餐啊？我没胃口，我吃不下。上班快来不及，我先走了。娃娃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娃娃现在越吃越少，连早餐都不吃了耶？我担心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妈之前不是也劝你要给娃娃一点时间吗？跟之前住在外面比起来，你不觉得现在娃娃好多了吗？你不要急嘛。经过这次受伤的婚姻，总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痊愈啊。我们就再多给娃娃一点时间吧。吃早餐吧。妈，吃早餐。哦，我还没吃啊，我以为我已经吃饱了。我的肚子啊，咕嘟咕嘟的在抗议，这下子啊，我肯定还没吃。娃娃，在做什么啊？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啊？你累了就先睡，我想要再坐一会儿。娃娃，你还好吗？没有什么好不好？怎么下班都直接回家？偶尔跟同事出去吃饭，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，有机会就出去走走嘛。我不想往人多的地方去。你这样封闭自己，妈很担心。妈，
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路上很怕遇到认识的人，也很害怕人家问我为什么要离婚。我本来以为离婚以后一切就可以过去了，但是我发现并没有。妈知道这段婚姻带给你很大的打击。本来妈是想说静静的陪在你身边，等有一天你会自己走出来。可是现在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你也知道，自从妈跟着师父做慈济之后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跟着师兄姐去关怀一些感恩户。刚开始我还不相信这样的年代里还有人过这么贫困的生活，家庭失去经济支柱，孩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甚至连吃顿饭过生活都有很大的问题。每次探望回来，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拥有很多，自己真的很幸福，所以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一切。娃娃，现在的你并不是一无所有，其实你比很多人都幸福，而且你还这么年轻，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啊！千万不要让自己困在过去走不出来，好吗？妈，其实我很想要重新开始，但是好难。这栋原本12层楼的大厦，在经过强烈地震之后，从4楼的部分整个拦腰没想到中部灾情这么严重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呢？大楼在一夕之间夷为平地，现场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国军52工兵群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立刻赶到小明啊，进行抢救，家里都还好，没什么事。小明吗？我跟他说。这栋12层楼的大厦总共有78户人家。喂，小明啊，你怎么这个时间打回来？被国军部队搜救出，换句话说，是吗？半数以上的住户被埋在瓦砾堆中等待救。家里都很好，你别担心。导致你自己要多照顾身体，知道吗？而国军也努力的在原本我会跟你妈说。但是如今已经变成1楼的断裂拜拜。当中进行抢救。之外，有许多救援人员和医疗人员也在一旁随时待命。小明说，华人电视都在报道台湾地震的消息。由于现场一片凌乱，因此确切的死
亡及受伤人数仍然比起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而同样位在台我们家里能够平安无事，算是很幸运。金巴黎社区总共有3栋大楼扭曲倒塌，其中有1栋大楼。小明刚刚打电话回来关心地震的事。等我回来再说好了。你现在先送我过去东兴大楼的慈济服务站好吗？师兄师姐都过去帮忙了，我也要立刻过去。可是我等一下也要开会，没办法送你去。是吗？那我叫计程车好了。妈，我今天不上班，我带你过去好了。好啊，那麻烦你哦。走吧。先回去吧，那我晚点来接你。路上小心哦。我知道。921这场天灾巨变，让所有的慈济人都动员起来到灾区救灾。我也尽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娃娃看我忙不过来，经常会主动开车接送我。这不仅让我们母女间多了相处的机会，也让娃娃因为看到了灾区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景象，对生命有了另一番领悟，同时也体会到，比起这些失去亲人、无家可归的灾民来说，自己真的很幸福，应该要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。妈，你看起来很累，今天又忙一整天吗？最近啊，大家都在忙着灾区重建的事。这次的地震，中部倒塌了很多间学校。师父说啊，孩子的教育不能断层，不能让这些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念书，所以我们要认养重建灾区学校。让这些孩子赶快恢复正常上课。怎么啦？没事，可能是晚餐吃得太快了，有点消化不良，所以刚才肚子痛了一下。现在好多了。妈，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？你自己要小心哎。我知道，谢谢你关心。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雨是褪色的烟火，
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